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最近呢，我看到有人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说他要做空英伟达，理由是什么呢？ AI 是泡沫，英伟达涨太多了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留言以后的第一反应是，这哥们儿大概没有搞懂整个 AI 产业链到底是怎么运转的。你做空的到底是英伟达这家公司，还是整个 AI 的产业链？然后呢，我去网上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件事儿还真不是一个普通散户的想法。就连当年做空美国房地产被拍进电影大空头的 Michael Burry 也曾经在2025年的11月压住英伟达下跌。但问题是，做空英伟达真的只是看一眼股价太高，然后说一句泡沫要破了这么简单吗？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我们来算一笔账，一笔可能你每天都在支付，但你从来没有认真计算过的账。当你每个月给 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 付订阅费的时候，这笔钱最后到底是流到了哪里？是 OpenAI、Anthropic 或者是微软、亚马逊吗？算完这笔账，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说现在轻易的做空英伟达，它不是勇敢，有可能只是你没有看懂 AI 的整个的这一盘棋。我们先从自己开始，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，你每天看到的是 AI， 其实呢就是一个聊天框。你打开 ChatGPT、Claude 或者是 Gemini， 然后呢每个月心甘情愿的付出$20订阅费。很多人以为这20刀就是给了这家 AI 的公司，但其实呢这20刀根本就留不住。就拿我每天天天在用的 Claude 来举例， Claude 背后的公司是 Anthropic， 你每个月付给他的钱看起来是进入了 Anthropic 的口袋，但 Anthropic 呢，他要做一件极其烧钱的事儿，他要把你的每一次在那个小窗口里边的提问送进一个巨大的 AI 的计算系统里边去。这个系统它不是靠几台服务器它就能够跑起来的，它背后是成千上万块高端的 GPU， 是巨大的数据中心、电力、散热、网络、存储，还有一整套的云计算的基础设施。而 Anthropic 自己呢，它是没有自己的超级计算中心的，它的大模型就跑在别人家的机房里边，也就是亚马逊的 AWS 和谷歌的 Cloud。GPT 跑在微软的 Azure 里面，所以你付出的这20刀 Anthropic 必须得先分出去一大块给到云计算公司去租机房、租网络服务器，还有那个真正让 AI 能够跑起来的东西——算力。但故事呢还没有完，云计算公司拿到这笔钱以后，他也不能够凭空的变出算力，他必须得去购买 GPU。而在高端的 AI 的 GPU 的这个市场里边，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绕不开一个名字——英伟达。所以这条产业链就出来了，你把钱给到了 Anthropic， 把一大块给到了亚马逊，亚马逊又把一大块给到了英伟达，变成了英伟达的 GPU 的订单。所以你以为你是在给一个聊天的机器人付费，但实际上呢，你每个月支付的那$20正在沿着 AI 的产业链一层一层的往下游，流到了亚马逊，最后呢又流到了英伟达的财务报表里边。好的，现在你的那$20已经分出去了，一部分呢给了 AI 公司，一部分给了云计算公司，还有一部分最后流向了底层的芯片公司。那问题是，这3家公司到底是谁赚的钱最多呢？按照常理去想，肯定是离你最近的那家，也就是收你订阅费的，做出 ChatGPT、Claude 的 AI 公司。毕竟是他们做出了你每天都在使用的产品，但真实的财报的数据完全反了过来。最赚钱的是站在最底下你根本看不见的那个英伟达。我查了他的财报，英伟达卖 AI 的芯片毛利率能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差不多是75%。什么概念呢？他卖100块钱的芯片，成本只有25块钱。这个
赚钱的能力把微软、把苹果全都给甩到了后面。那收你20刀的那个 AI 公司呢，就拿 Anthropic 来说，它2025年的毛利率大概只有40%，而且注意，它整体还在亏钱，一年要亏好几十个亿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过的，它要把巨大的一笔钱先付给云厂商，再付给英伟达去买那个极其烧钱的算力。所以这个就是 AI 产业链里边最反直觉的地方，离用户最近、名气最大的 AI 公司，反而是这条链上最辛苦、最不赚钱的那个。而那个你完全看不见的，只管闷头卖铲子的英伟达，才是真正的数钱数到手软的那一个。讲到这儿呢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既然这么多钱最后都流向了云计算和芯片，那 AI 公司能不能干脆甩开他们，自己单干？答案就是干不了。打一个比方你就明白了，现在的 AI 呢，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，它更像是3样东西焊接在一块儿。大模型，比如说 Cloud GPT， 它是 AI 的意识，是思想，是灵魂，它负责理解问题，生成答案。但光有意识它是不够的，意识得有一个地方待着。亚马逊、谷歌的数据中心就是 AI 的大脑，那个实实在在的物理的脑壳。但光有脑壳也不行，脑袋里得有东西在运转。英伟达的 GPU 芯片就是这个脑细胞，是真正在里边进行思考的神经元。现在呢，你再想一想，缺了意识，那就是一个空脑壳子，不会思考；缺了脑袋，意识就没有地方安放，无处可去；缺了脑细胞，那这个脑袋它就是一个死的，根本就转不起来。所以呢，这3个东西谁也离不开谁，他们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，而是被焊死在同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。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说你不能只盯着那个聊天框你去看 AI， 那个只是你能看得见的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，水面下面呢是机房、芯片、电力，是一整套的吞金的物理世界。如果说你刚才那20刀只是一笔小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算的这笔账才是真正的大头。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被直接推高到了万亿级别的一个根本原因。因为现在真正开始大把掏钱的已经不只是普通的个人用户了，而是企业。我们来算一笔企业的账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企业要去裁人，去拥抱 AI。我们就拿亚马逊的这个网站来举一个例子，要把这个网站做的要符合用户的习惯，让你喜欢它，大概需要多少人呢？我们只是简单的来举个例子，它大概需要10个前端工程师，10个后端工程师，5个 UI 的设计师，5个数据库的工程师，10个运维的工程师，再加上2个产品经理，林林总总一共几十人的队伍。在硅谷，美国的硅谷，一个工程师1年的全包成本30到50万美元是打不住的。这么一支团队1年的人力成本算下来，轻轻松松就是上千万美元。但现在呢，这些公司发现很多活用 Cloud Code 这样的 AI 工具，一个人再加上 AI 就能够顶过去的好几个人。于是呢，他们开始做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砍人，把团队给他大力的压缩，留下少数最强的人，再配上 AI， 省下来的呢是天文数字的人力成本。那省下来的钱去哪儿了呢？他们也很乐意从省下的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去付给 AI 公司，按照 token 来付费。注意，关键点就来了，这笔企业掏出的钱最后又会顺着我们刚才那条链一层一层的往下流。 AI 公司收到钱，转手付给云公司，云公司再转手付给英伟达。而且呢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看清了 AI 的确能够帮助他们节省成本，所以呢，他们正在拼命的往这个方向迁移。这个呢，就意味着对算力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，对机房的需求会越来越猛，对高端芯片的胃口呢会变得越来越饥饿。那站在这条链最底端供应着脑细胞的英伟达，它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大，而且短期之内没有人能够替代它的市场。
现在你大概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说做空英伟达，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看清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。不过讲到这里呢，我也必须提醒一句， AI 的泡沫的的确确也是存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股热潮里边，一定会有很多的公司盲目跟风，他们会花大价钱去购买算力，最后可能只是做出一堆根本就没有人需要的 AI 软件，这种钱最后一定会被烧光。到了某一个阶段，市场也一定会有一轮残酷的出清，把那些滥竽充数的玩家给洗出去。那个时候呢，很多股价都会很难看，英伟达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躲得开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刚才提到的英伟达的毛利率现在大概是75%左右，这么高的利润一定会吸引竞争对手进来。这个呢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网络设备市场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爆发的时候，思科几乎是一家独大。但后来呢 ，Juniper 来了 ，Extreme 也来了，他们开始一点一点的来分食思科的市场。再看看中国大陆的市场呢，现在几乎你找不到思科的影子了，都被华为这家本土厂商给拿走了。所以英伟达今天它很强，不代表它永远就没有挑战者。高利润本身就会吸引竞争者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在讲赶快你去买英伟达，我真正想讲的是 AI 的这条产业链本身的逻辑。泡沫会破，但需求它不会消失，那些追风的垃圾项目最终呢会被市场给淘汰，但整个世界对算力的真实需求还在实打实的往上走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那个想做空英伟达的人，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呢？他错的可能不是某一只股票的短期的会上涨还是会下跌，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把整盘棋给他看成了一个棋子儿，他只看到了英伟达涨太多了，却没有看到英伟达的背后其实站着的是亚马逊、Google、微软这些云巨头，再往后呢是成千上万家正在用 AI 降本增效的企业，再往后是你我每个月心甘情愿的付出那20美刀。这个不是一只股票的问题，这是一条从你的钱包一路连接到数据中心，再连接到 GPU 芯片的完整的链条。同样的，当你打开我最近开发的这个 OpenCLU， 表面上它只是一个加密的分析网站，但它的行情分析、观点追踪、市场的情绪，你要知道它是通过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里边的某一个英伟达的 GPU 一步一步计算出来的。好的，最后再提醒一下，我做这期节目不是想告诉你现在你应该去买哪只股票，我真正想讲的是看懂表象背后的结构。下次呢，当你再打开那个小小的 AI 的聊天框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脑子里边浮现的不再只是一个会聊天的 AI， 而它背后那座由意识、脑袋和脑细胞共同撑起来的一个庞大的物理世界。看懂了这盘棋，你才不会被水面上的那一朵小小的浪花给晃瞎了眼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所有内容。最后的最后再提醒一句，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考，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英伟达也好 AI 也好都有它的风险，所以请你一定独立判断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对你有帮助呢，请点赞、订阅加密星球，也欢迎关注 OpenCLU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